那是后来才跑出来有所谓股票在跳水，本来都没有，好吗？哦，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这个都是自古以来就有，没有。所以你的止损可以放这里，也可以放这里，放哪里不重要。我们要讨论不是它止损跟它的获利比例，不是，还不需要讨论到那个什么你的赚赔比，不需要了，不需要。在前面就在门口把它挡掉了。哦，那你这里就在讨论，我风险多大？那你看呢、我拿给你的案例可以赚1:2，那就是什么？此地无银300两，不要在那边扯了啊、你就根本的东西讲一讲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讲？哦，你看我这样哦，我拿个案例给你看，可以赚2倍、3倍，甚至还有跟你讲赚10倍的，你居然会信，你也算厉害啊！来，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刚刚跟你讲啊，大概是这样啊，从上往下跌，行情什么时候你要找它的反转？我最后会给你结论的。我们现在先不讲结论，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都都市传说。我们来看了，这行情往上这样走，这样走，好了，这样走，对吧？啊，走到某一天，这是简易的图嘛？来跌下来，前面的低点是不是在这里？前面的高点是不是在这里？那么它如果跌破前面的低点，反弹之后，也许在这里反弹，高点在这里啦，也许在这里啦，不一定啦。那么到底怎么抓呢？很难抓。所以呢，就会跑出什么？干脆这样，这个高点从这里，这个高点哦，从这个高点跌到这个低点，我们直接在利用费氏先生的费波那契数，所以0.5就在这里，0.618就在上面一点。那么到底要到哪里呢？啊，也没关系啊。那既然没关系呢，这样也不行，干脆再来。刚刚讲过哦，这个高点接下来往下跌的过程。这里是不是往下跌的过程？它会有一个现象。刚刚这一个再回去看，你看它多复杂，跟你讲到多复杂。最后我会给你结论的，你放心了、他跟你讲啊，跌破前低，这里会有一根黑的 K 线。那么实体这个呢，就是未来上涨拉回，这个就是你的关键。那同理呢，你把它倒过来啊，倒过来会变成怎么样？哦，所以你要理解这些东西。你不要一一去解答啦，不行。倒过来就是说，这个前期的高点在这里，对吧？前期低点本来在这里，突破前面的高点，哦，突破，那么突破会有一个什么红的 K 线，接下来它可能再回来。刚刚那个是从上往下跌的趋势，这个是从下往上涨的趋势，所以倒过来你要来看的是这个突破前高的这个红色 K 线。未来跌下去，那么这个红色 K 线这个实体的部分就是什么？你先不要管它，给它怎么名称名词啊、那个不要搞进去了啊。就是这个范围，未来如果这个反弹，不要说反弹到这里了，你可以反弹到这个区间里面，我都可以认为大概可以空。那我如果要更确定呢，它会不会一直上去？有可能哦。有可能一直上去哦，有可能直接上去，有可能拉回再上去，都有可能，有可能盘整再上去，都有可能。你看过基础教学，你就知道这个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没有看过基础教学，你第一次看 SMC， 你会很难搞懂。你光看这个图啊，你搞不懂的。基础教学，你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看到我现在在画这个，你大概已经可以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这东西什么意思？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它来到这里，你去空它，你会出事的，而且出大事。那案例已经拿过多少给你看了？2个月下来，这种我已经讲过不小10遍、10种啊，10次啊，超过10次以上啊。我们再讲一次，这里拉出一个区间，好了，给你拉，你拉吧，啊，那我现在直接跟你讲，不要说反弹到这里了，给你到这里好不好？高一点。或者在这里附近，就几个位置而已啦。这里会有一个位置，为什么到这里不会过去？看过基础教学就知道为什么停在这里。这是 B 吧？这是 B。那么超过之后你再去空，那你就等死，就这样。你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在这里已经开始慢慢告诉你什么？因为看的人有2种人，一种人是没有看过基础教学，一种人是有看过，所以我一定要2种人我都要讲。我不能认为你什么都不懂。再来，
来到这里之后呢，首先第一件事，如果这是一个，我举例哦，假设他会这样跟你讲，如果这个是一个日的行情，日太久了哈，做不了了，一般人做不了的，所以不要这么扯日。我们讲哦，这短线如果是15分钟，好吧？我们在讲这个人本来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写这个的，在交易收钱的，做的是数字货币，不是做股票，也不是做期货。哦，所以他跟你讲，后来赚了几百倍，所以你也不要想太远啦啊。这个什么 YKK 什么木头姐那个，人家那种是正规的这种基金，搞到后来什么都没了啊。所以这种一个人跟你讲，他赚了几百倍，在数字货币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啦。最近再看看赚多少钱，最近了。所以我跟你讲过不要去在意人家赚多少钱，那重点不是他赚多少钱，那个永远你都不知道他真假，你不要去讨论他真假，因为你不晓得，我也不晓得。看，我们再看如果这是一个15分钟，如果来到这里，那已经进入到突破你的高点，再跌破你的前期低点，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一个上升趋势它已经改变，道理就这样，他就用这个道理。改变你原本上升趋势这个下面这个低点突破拉回，我就开始准备去认为你有可能是要改变趋势的。那么如果这是一个15分钟，那我要怎么样再去判断呢？当然去5分钟啊，5分钟再来看看，如果5分钟也产生这种现象，什么现象呢？这种现象，假设这个不是这里停拉高一点，5分钟产生这种现象。就是也有一个高点，也有一个低点，突破高点之后再拉回，然后再跌破低点，那我就可以知道5分钟里面产生这种现象，又是再来一次，那么再反弹我就空，就这样，答案结束了。来，那讲到这里，我已经全部跟你讲完了。名称名词我一个字都没讲什么 HHHL， 什么这个代号什么都不要去研究不需要你不要搞到那里面去搞到里面我跟你讲20集你都研究不完。来，15分钟如果这样走，再进去5分钟看到这种现象，请问你看过基本教学的人，难道你看不出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他接着往下跌，接着15分钟真的继续往下跌，那请问你这个15分钟在这个地方它大概是遇到什么事？那么5分钟这个现象遇到什么事？肯定你应该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表示你基础教学没有去学好，因为我早就跟你讲过，换汤不换药的东西，你在这里要看见。好了，那没看过基础教学的人，我也不怪你，因为你看不懂是很正常，没办法，我也只能跟你讲，好了，那你这样。这个只在跟你讲他的说法就是，如果这样反弹，我再到短线去看，再发现高点低点这个趋势创新高之后再下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进场了，那么这里我再讲一次，这里这个范围突破新高这个范围，在他的说法不是我的说法，他跟你讲说这突破新高在干嘛？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机构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就是有人挂什么，有人在这里空，也许在这里反弹，压力再上去，有人在这附近空，不管他在这个空，这里空，他会挂止损单。那这个止损单呢，这个机构如果要把行情搞下去，那么他会先往上把你的止损给打掉，打完之后跟你交换，所以他进场再去空。这就是 SMC 他跟你的解释。讲到这里，我举简单的几个例子，好吧？几个例子，实例，好不好？我们不要空中楼阁，在那里自我催眠、做梦，在那里想象所谓的机构跟庄家到底要干嘛？因为一般人90%，我看99%，你没有在机构待过。所以所有人在跟你讲机构，所有的博主跟你讲机构，你怎么知道他讲的真的假的？他跟你讲他在私募基金待过，我也跟你讲过，好几年前你在私募基金待过，那有好几万人，你什么都不用懂就可以进去
上班了，你要懂什么？不用懂啊，老板也不需要你懂什么。所以你在什么私募基金待过，是一个很特别事吗？那对外行人来讲，可能是啊，事实上不是哦。来，我直接跟你讲，举2个案例。首先，第一，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一下子啊，我不晓得那个到底中文怎么翻呢、算了，那一部电影在讲一件事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在新加坡哪一家银行，那个他的那边负责主管，就是在做这个日币的期货交易，哦，就期货交易啦，然后后来做假账，赔了很多钱，后来把那个叫霸凌银行，对，霸凌，这个把他搞倒。那有一部电影去看一看，他是不是机构？那家银行开多少年？去查一查，好吧？那你觉得那个人是普通人吗？那个主管是普通人吗？肯定不是嘛。那请问你，他在交易的时候，他有没有在想说，这些散户我要怎么把他搞死？这些散户到底在干嘛？对吧？这些散户啊都在这里空，那我要把他搞死，那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所以怎么样？他没那个能耐，知道吗？再来，不止那个案例只是电影上有，其实还有很多案例，日本有，台湾有，连什么都有，还有很多地方都有。那我要讲的是这种案例，这几十年来太多了，银行被搞到倒掉的，包含什么金融控股公司，都有遇过这种事哦。这种所谓交易员怎么样，他就一个人，好吗？机构，你以为机构是怎么样一批人，有几百个人在跟你做这个交易？那是你的想象，好吗？不需要，他也许那一组就2、3个人，一个人就够了，就一个人这边下单，他还需要养100个人还是10个人吗？根本就不需要。那一个人也是人呢、那个人是人，你觉得那个人就比你厉害，所以他都可以想到怎么样来控制这个市场，尤其是什么，不管任何市场，然后呢，你认为机构都是赚钱，机构赔钱的一大堆，那机构。从2008年你们看过了吗？2008年再去查那个新闻，全世界机构赔钱的，保险公司为了投资这种市场搞到倒掉的，你知道有多少吗？去看一看，不要去想象哦，机构就怎么样，就永远都赚，永远都比散户聪明。机构不管你的啦，他管你什么散户？散户可能上百万人，我怎么去考虑散户？他没那种闲工夫啦，所以你说这个再跟你讲，从一开始跟你讲说什么机构不机构，我就跟你讲过了。一开始我只是曾经跟你讲过，你要了解的是自己，而不是你去想象庄家在干嘛，机构在干嘛。这个市场你赔钱都是因为这些机构害你的，那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吧？你那个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你先应该问的是，你为什么去年赔钱？你去找原因。你买了某一档股票，或者买了期货，你为什么赔钱？去看看吧，找个原因吧。难道你在想，我来想看看这个机构到底在想什么？你在想我们散户在干嘛？那我就跟着你做。你不是颠倒？那不是颠倒，不然是什么啦？这个东西你说不依照指标做决策，不依照形态，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你光看 K 线可以啊，但是你看 K 线是在看什么？看形，看得懂吗？这个就是形，这个形在哪里？我曾经跟你讲过，看不出来吗？这个形，我们最基础的 K 线在讲七字诀，不在讲这个吗？我告诉你，一波行情往上涨，你要去研究吗？不用，3秒钟你要看出来，拉回见红就是往上。拉回之后就见黑，跌破，你股票出场，后面别管它了。我有叫你去研究后面吗？为什么我叫你不要研究后面？因为后面不是接下来这样看，不是。行情一路在跌，你要在那边搞这个吗？搞这个，还在那里，还把费先生抓出来当什么救援投手？为了解释可能会错，所以干脆呢0.5、0.618又抓出来，你到哪都是这个费先生，你不无聊？你不这里走了，你在那边猜这里会不会反转？反什么转？等一下案例你就知道。看看现在这个拿来在做数字货币哦。等一下最后一个案例，
我就直接拿现在此时此刻的比特币来，你给我用看看，你用看看，你怎么用？一堆人讲这个，都在拿这个比特币、以太坊什么给你看，你有没有注意过啊？它拿的是什么行情啊？是哪个年代的行情？这个东西还需要你这边花$1000吗？这个不是见黑之后等见红，见红收上去，所有空单平仓，最后一个平仓的点就在这里。至于它后面是不是要往上涨，或是下来，还会不会破底，还是后面要上去，那是这里的问题吗？根本就不是。为什么不是？你在这里就要看出来，为什么不是？假如这是一个60分钟的 K 线，好吧？60分钟这样走 K 线啊，这样走突破前面的高点，然后呢，你认为拉回来，因为它的下跌趋势改变，所以有可能要往上走，所以你开始猜到底这里买还是这里买。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一个形状，这还是脱离不了形。为什么？你以为这样就结束跌？你是看太少吧？这接着再继续大跌的可能更多哎。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有可能这个东西哦，60分钟，如果你运气差，刚好遇到什么？我们在讲扭转门，这60分钟的门刚好在这里，刚好拉起来反弹，刚好过了这前高没错，但是你刚好倒霉死了，人家在这里等着空，这肯定会破底，你都不要怀疑。这案例至少我们拿过10个以上，而且那都大行情哦，大行情哦，我不跟你搞那个5分钟的哦，直接就破，你还在那边猜，还费波那没有用了，费什么波那啊？这跟你费波那什么关系？你在那边猜这里0.5、0.618，那就是在猜，你看不出来吗？你不是在猜吗？跟你讲的人，他就找一段刚好符合，拉上去，啊，你就以为真的。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事实，这个东西拉起来，就算它下跌趋势线都破，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刚好这段时间刚好是什么日刚好在见红，见红啊，就我们最基本、最基础的第一课在讲的，不要说连3红啊，日线连3红干嘛？连7红好不好？一周都给你红的了，你能怎样？照样破底。照样破底啦！你这个60分钟的高点算什么？早就上去了，回来啊！你要在哪里买？你哪里买都错，哪里买都错。为什么？因为你看的是形，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花$1000去买这个课程吗？当然了，有人会去买哦，有人会去买的。再看，还有订单块，然后止损，这个刚刚那个道理啊、哦，这个往下破前低。这根 K 线变成它的关键，这个变关键呢。我们在讲哪里？是在讲这里呢，只讲到这里。收盘做上去，整个空头下来，表示做空的那一边，最终要离场，就在这里。但是我也跟你讲过，这个东西就不要说它穿过去了，就算它收盘收上去，都不代表这一段未来不会再跌。它只是这一段的跌势告一段落，就这样。所以你要以这种方法在那里看这个形，在那边搞，就跟类似什么形态。一开始还跟你讲，他不看指标，也不看形态，我都不看，我就看这个形状。那不是一样吗？那个你这个形状跟 W 底有什么差别？差别只是可能 W 底还来破一次底再上去。那破一次底再上去，跟你这个不是又一样吗？它不是这里的底再破，然后呢这里没拉上去，所以再破下一次底，不是吗？你不是这里没成功，所以再来一次，你不瞎扯？你还说你不是在看 W 底？那个就骗外行人。再来，这个怎么止盈？如果这里买了，哪里止盈？这里止盈。等他买，如果是对的，什么时候会发现是对的呢？这里为什么会对？我再讲一次啊，看过基础教学你就知道，如果这一个拉起来是60分钟，假设它走1，这下面有门，那么回来2买上去3，那么一过前面的1，你可以开始卖，不是一样吗？哪里不一样啦？那请问你光看这个形，你可以判断这里可以买，你这么厉害，10次你进场买，5次我不会进去买，同样道理。
我不会赢你，但是至少我有5次我不会进去，因为我知道它会下去，我不会去买。但是你会买10趟，我只买5趟。我不要说5趟赚多少钱，至少你买的那5趟绝对肯定是错的。我没有进去赔，我就赢你了，就这样。交易是在考虑这个，而不是人家在跟你讲，你看我这个案例怎样呢？那过这里我们就开始可以先平仓一批，然后再来。那个还是在形上面来，最后，好吧，最后，所以我跟你讲第一，我们在七字诀教学这里有几集又有案例，没有很多啦，1、2、3、4、5，没有给你搞到10集。这里 SMG 就在七字诀，七字诀已经跟你讲完，只是你能理解多深的问题。七字诀在跟你讲的是 K 线，但是如果那个 K 线，假如是一个日，请问你，一个日的 K 线，如果它这样走，日的 K 线一个日的 K 线如果这样走，走到有一天这里跌破，日是不是告一段落？请问你，那么对周来讲，周来讲，对一个周来讲，它什么意思？对周，那反过来往下，如果对60分钟来讲呢？你去下面60分钟看，它只是这样吗？不是吧？这60分钟怎么可能只是这个几个波动？如果你去60分钟看，这个一个波动，再来一个波动，这是日的2的。假如这是日的2，那么前面这个波动对60分钟来讲已经走了3。这个下来的2可能对60分钟也走了3，这个七字诀不就在讲这个吗？只是你可能不是把它搞得很清楚我跟你讲过，七字诀是所有波动的最根本、最基础。最后我也只跟你讲有空去看一看七字诀是什么东西看完你再回来看 SMC， 你就知道，你不用花1天30分钟你应该就要知道了，再不知道再回去看看，表示你这里没看清楚。不要迷信什么鸟交易法啦，未来也许几年后还会多出来一个 CMS 交易法，都会有。但是你根本去看，它根本就一样的，换汤不换药了，换个名词包装，不然怎么卖课程？好了，最后不要瞎扯淡了，来看这个是比特币日线，够长了吧？我不给你拿短线了拿短线你要赚什么钱？日线。看一下这一波行情是不是从这里跌下来？没意见吧？没争议吧？你不要跟我讲说不是，全世界人都不会否认，就这一段。来看看你刚刚那个交易法，我们来看一次这里高点前波高在这里，看好你怎么做？来给我答案。前波高，前波低，这里都没有比这里低，所以前波高低在这里。前波高这里有上去吗？没有，没上去。不要说实体线了，连上影线都没有，完了。这一下怎么玩？这个拉起来没过下来有没有跌破你这个前波低？有，真有跌破。跌破之后来再看，来阿姨仔细看想赚钱，前波低是不是在这里？没有诬赖你吧？前波低如果以这个都没有超过了，你还来什么流动性？什么流动？别搞了，没有，连上面你都看不到，所以你会认为什么？这个趋势走完了吗？这个往上的趋势走完了吗？还没，到这里你都还没这个没有突破你的新高，也许啦，我们假设它有超过一点点，但是那个实体 K 线有吗？没有。跌破这个低点之后，你可能会认为这个可能要下去了。1、2，第二个动作，你判别没有错这个小孩算厉害来等反弹，来反弹有反弹吗？这里算反弹吗？你这个高点到这里，你认为的低点，它有反弹这个3天了，请问你这个反弹连一半都没到，你的费先生跑去哪里？可以空吗？不能空，这你空不了的在那个策略里面，这不能空不可以空，千万不可以空，再等请问你再跌到这里，来再来，
请问你再跌到这里，那你要不要重新算你的高点到低点？然后这个反弹，这个费先生来到多少？要不要？请你回答我。回答不出来，你就是在瞎扯淡，你就是在画图说故事。来回答。那请问你，那这里为什么会反弹？你知道吗？不知道。这里反弹不知道，你跟我讲说反弹之后来到 0.5 0.618， 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下面这个日的下面就60分，你去观察，然后我们再来这里空，不用空了，知道吗？已经跌1万点了，1万点了，这么大的行情你做不到。为什么我跟你讲，作者那个是前期几年前，现在什么行情？来做给我看。如果日你都没有办法做，你跟我讲，你到短线5分钟、15分你可以做，那你不是在瞎扯？不然你是什么？你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吗？那最大行情1万点你赚不到，你跟我讲啊，我这样进去啊，在短线里面我可以找到这种形态，这种形态，然后呢找到这种形，然后你看哦，没错哦，我可以赚个300点、500点、1000点，你扯淡，知道吗？所以我只是跟你讲啊，所有的东西我是客观跟你讲啊。你如果要这样搞这些交易的方法，你一辈子都搞不完。不要说30年了，你一辈子都不会有答案。因为你为什么没有答案？因为你那个根本的道理你没有把它站稳，那个马步站稳，逻辑上你去看到人家讲这些交易，你一眼就要看穿他在讲什么，他哪里有问题，或者他会赚钱是什么原因，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作者没有看到啊。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啊，今年股票赚钱的远远啊，不要说做比特币，今年光做台股赚钱都比做比特币、数字货币多太多了。那比例怎么比？那一路行情，你那比特币在干嘛？这比特币在干嘛？这几个月啦，就光从6月份到现在1个月下来，你有赚？你这怎么赚？你空吧，来空啊！你空给我看，你在哪里空？你有那么简单空吗？照你那个逻辑，你能空？这里看不懂，人家这里门关了，这里60分关门，日关门，然后你还在等它拉回到你的 0.5， 你是做梦吧？拉回到 0.5， 你也不用空了，它会上去的，你还空，所以你是不是在瞎扯淡？所以结论我是要告诉你，你要继续用这个，你要去研究它，当然我不会有意见，但是我是希望我给你的看法，我的意见啊，看法可以帮你节省，至少啊，你可以少浪费几个月时间啊，知道吗？回头看完我讲的，你再去找所有油管上面的视频，跟你讲 SMC， 你再去看一遍，反正也不用全看啦，看前面5个就好了。你看他讲什么，是不是他们拍马屁？所有交易法都是最好的，都不错，然后再跟你讲故事，编一篇，然后跟你解释这个英文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然后这个干嘛，这个干嘛，然后怎么样，然后跟你讲多好用，不是在形上面绕吗？这里为什么会停？如果它不停，又是什么原因？不要等到事后再发现有问题，来不及了，因为钱你没那么多，不要拿着你的钱去实验这些东西，那是最笨的方法，千万不要。花个几个月甚至于1年都不为过，好好有这个机缘，把你的交易方法好好去融通1、2、3等级，你可以学到1，你就能赚；学到3，你可以赚更多。如果不能理解到第10级，那也就算了，没有关系，你也不需要去勉强自己，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把它真的学完、学透，那是不可能啊。但是不代表你学第1级，你去做股票不会赚，这才是重点。你的目的是要赚钱，你的目的不是来捧我的场，你捧我的场要干嘛啦？不要说这个一天只有100多个人在看啊，就算有1个人、1万个人又怎么样？100个人大概可能只有1、2个人，大概可以理解说，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到底在警告你什么，提醒你什么。所有你现在看到今天我讲的，其实在前面我其实在很多的视频里面我都有跟你暗示过、明示过、解释过，只是跟当时的视频可能不是有直接关系。包含刚刚人家讲的这个什么订单流、订单快，这个我都跟你解释过。这早期叫什么？就是打止损啊，就这样啊。那是不是主力在跟你洗盘？不是，主力洗什么盘？
你不要去想那个，想那个没有用的。你要知道是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同时间你就可以知道散户的问题在哪里，你不就解决了吗？你在那边猜什么都是机构，机构都稳赚不赔，那机构赔到倒掉的一大堆啊，赔到跑路的都有还在那里聪明钱，属于什么？这个不是在包装办什么，这就包装纸啊！你还真的以为他讲的聪明钱就是银行机构，然后呢都比你聪明，所以你最笨，好吧？那你要这样，你就继续去研究，照你这种逻辑，等到某一天你这想通了，你就会发现你浪费太多时间了。OK， 好，拜拜。